Hello， 大家好。这期我们来看波比绝活哥的一个出装符文搭配，然后他的刷人思路。像这个局的话是5300多分的传说巅峰赛传说局。像波比这英雄的话，我们平时能看到他有在上单出现，打野波比的话也就在职业比赛上能看见吧，端游的职业比赛上。这里对面诺手过来反野，但送了一个人头，也不叫反野吧，就是被对面上单搞了一手，互换了一个人头。没错，刚刚又是卡了一下。像这里的话，波比有个小技巧，就是有视野的情况下，可以直接用 E 技能穿墙。这里的话，对面萨勒芬尼的一个预判超强，就是 E 技能的一个预判，给到了一个位置，闪现的位置。这里网络有一点波动，所以经常刷新一下录制的时候。像现在游戏的话，怎么说呢？波比的话就是比较偏功能型，所以你会发现有一些绝活哥他们的上限就特别高，比如说像峡谷，就是峡谷。7、8千分都有，比如说像上单剑姬这种版本强势的这些，他们玩的更好一点，他们上的分就会更高一点。而且反而是像这种波比就不是特别主流的一个选择的话，就会比较被动，然后也就是分上的话没那么高。这里的话，绝活哥是带了海克斯闪现的，那就是应该是灵光披风是没有带，就看情况了。我是建议大家带灵光披风，因为海闪的话偏高手相。我更希望大家是吧，给个惩戒，有个加速，然后 W 配合 W 的一个加速挺进直接冲到人队里面去高速游走，甚至可以反推回来也可以。你看这里的话比较够呛，这里的话还好，对面寒冰还躲了一下机器人的 Q， 没有走成，反倒被定住了。这杰斯玩得很好，1打2还能反杀一个，对面应该是出现失误了。那这样的话，直接来吃猪猪，然后尝试入侵对方野区吗？没有。选择把另外一只猪猪给吃了。这里的话没有惩戒，不要着急打，然后杀人为主。这里辅助拿到人头。像波比的话就没有太多的一个介绍了吧，就是他 Q 技能呢，就1技能呢，就是在原地放一个就是锤子往地上锤一下，然后第2段是那个印记会再次爆炸，就是产生爆炸伤害。2技能呢，就是有个圈圈释放以后以自身为圈圈，然后在这个圈
比如说对方想交位移技能过来都会被阻挡，或者说想交位移技能出去也会被阻挡。但是闪现的话是可以交，但是就是说突进啊这些技能就不行。E 技能就是推别人，一是可以借别人做跳板，然后去贴近到对方射手位置，或者说突进到后排，或者像一开始一样，像打野那种有视野的时候给个眼，然后穿墙逃跑也可以，但必须得有一个单位。然后E 技能如果说把敌人壁咚到墙上的话，就会产生眩晕，然后伤害也会更高一点。大招的话就是往前丢一个，就是让地上直接冒出来一堆那个蓄力的过程中你蓄了越久，然后你把别人锤的时候，就是会把人锤飞，然后飞回家的方向，泉水的方向。就比如说团战的时候，你可以让对面少人，就比如说龙团的时候，你用大招蓄力的过程中，把对面2个人或者3个人锤走，这样的情况下，你就可以是吧，让队友打团打得更舒服一点。这里的话，直接壁咚这个人马，然后把这个先锋轻松拿下，然后再下去吃掉小龙。那边中路有点嚣张，机器人跑过去劝退一下。像波比的话，它需要的是一个高速移动，然后更好的去利用 E 技能作为一个进场。所以你可以看到，它3项是核心装备，毕竟伤害嘛。然后如果说你像，然后第2件的话是选择直接做死亡板甲。然后看看，如果说利用那个狂风之力作为一个突进的话，就更好的找到就是突进到后排。而且这里面的话，死亡板甲是有加强的，像死亡板甲从原先的提供250生命值，现在是增加到350生命值。然后护甲的话是从50提升到70。然后有个点就是它达到100以后是可以提供移速嘛，移速的话那个是没有变，但是它的下移就是说它蓄力满以后的一次平 A 对别人造成之前是那个减速效果是减速效果是50%嘛，现在是75%，所以这件装备算是一个大提升，对波比来说也是很爽的一件。波比就需要这种粘人的，是吧？又有又能提供肉，又能提供那个伤害。这里的话直接闪现过来做个突进，对面交闪了。波比的闪是不怎么值钱的，无所谓，能让对面 C 位掉闪，对一个波比来说就很不错了。波比的还是偏团队型，他是很难说做到那个怎么说呢？去像一些螳螂啊这种刺客直接去找后排秒掉或者怎样子，而是是吧持续伤害，然后吃伤害以后帮队友消化掉一些伤害，然后对后排进行一个骚扰，然后让对方就是大招这种东西让对面阵容闪掉，或者说减员的情况下去开团。
这里狂风之力一个突进逮到对面的辅助，这里再一个壁咚，反正就能黏住对方。波比来说的话就很好。那下路的战略点的话，估计要没了。这里的话压过去换2塔会更好一点，然后把对方野区资源都收掉，不让对面吃更多的资源。这里的话尝试把对面的那个谁留下，你可以看到这里面人马想踢他的那个位移技能，有点偏位移的话，都被抵挡到了。但就是怎么说呢，还是会吃到伤害哈。但就是说，比如说往后推的那个力，就感觉像是就是被击退的那个力，是直接被抵消掉了。像我之前上一期像沙米拉这种英雄，如果遇到波比，其实也好，挺好的。哇，这里龙被抢了，但人马掉点，这边辅助也掉了，这里应该是打野的失误，吃到控制了，应该直接大招蓄力大招的，要把对面直接逼退，然后再那个。哦，好像是刚刚团战的时候啊，打龙的时候是没有惩戒的，惩戒是刚刚好。节奏被断了一下，但上路杰斯发育是很好，翻是翻不了的。这里过来保一下杰斯，壁咚到对面。还有一个点就是，如果你想打控制的话，就是也可以利用大招不蓄力的情况下做一个击飞，把他们留住。这里你刚刚看到一个狂风之力加一个壁咚，侧面的一个直接壁咚到墙上，那对面掉2个点，塔是不好守的。这里看有没有机会找个，直接被机器人勾到了对面的寒冰，很自信的走位啊，可惜这里啊，波比跟机器人双控。这里的话，第3件选择做了那个焚天。一个是有100%伤害，你补了一个波比没什么，就是没有持续伤害的一个。它除了 Q 技能，它的平均伤害并不是特别高的。但如果说有了焚天，能打个100%伤害，对于波比来说啊，提高自己的一个爆发也是很好。对面手很长，之所以兵线不好推进去。这里大招取消掉了，没有释放出去的。像有时候残血的敌人，千万不要用大招去拍他，有可能把他送回家了，还没死掉就完了。
完了，还好没有被那个诺手续上那个血怒，不然一路劈下来就完了。这里打龙特别快。这里的话，2条龙魂一定要拿到手。完了，这里把对面人马推走，但还是被红 buff 烫死了。这里被打野的绝后哥的红 buff 烫死了，两边都是被红 buff 烫死。那有龙魂，但女警死了。只能看看有没有找波团的机会，因为对面射手跟辅助还有中单都在的话，怎么说呢？就是手太长了，不好推，清就那个兵线还是会被清得很快。像波比的话，W 技能我感觉端游会比较效果明显一点，手游的效果没那么明显。哦，对面已经掉了4个，眨眼间刚刚卡了一下，队友就全死了。那行吧，那这局的话就这么平淡的过去了。大家可以学习一下这个波比绝后哥的一个玩法，它的细节还是蛮多的。虽然说我讲解的并不是很详细哈，但就是以大家聊天的方式去让大家去慢慢的去看这整局的比赛。好，那这期的话就到这啦。